晚上睡觉总是口干舌燥，别以为是缺水或是4种疾病的警报。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常的身体小状况，有时却可能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大问题。就拿晚上睡觉总是口干舌燥这一现象来说吧，很多人都觉得不过是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能解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张大叔今年58岁，曾经做了一辈子的司机，风里来雨里去，辛苦工作多年后，终于迎来了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本以为可以好好享受这惬意的时光了，可最近他却被一个恼人的问题困扰着。每到晚上睡觉时，他总会被一种难以忍受的干渴感给硬生生的吵醒，那种喉咙里仿佛要冒烟的感觉，着实让人难受。刚开始的时候，张大叔心想，大概是白天喝水太少了吧，于是他便想了个自认为挺实用的偏方，在床头放上1瓶水，想着渴了就喝2口，这样应该就能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情况甚至变得更糟糕了。有时候一晚上他得因为口干舌燥而起夜3、4次，原本好好的睡眠被搅得支离破碎。张大叔心里别提多焦虑了，这睡不好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无奈之下，他只好去了社区医院做检查。本以为只是个小毛病，可检查结果却让他大吃了一惊，居然查出了糖尿病。其实呀，像张大叔这样的情况，在中老年人群里可并不少见。很多人晚上睡觉时感觉口干舌燥，都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就是多喝水就能解决的小问题，根本没往疾病方面去想。然而，这种看似平常的症状，很可能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警报，提示着身体里或许存在一些隐藏的健康隐患呢。要是对这些警报视而不见，一直忽视它，等到病情变得严重了再去检查治疗，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那么，晚上睡觉口干舌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真的只是单纯缺水，还是说它是某些疾病的前兆呢？今天呀，咱们就从科学的角度好好深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并且给大家讲讲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您读完这篇文章后，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更清楚的了解。晚上口干舌燥，可能是这4种疾病在作怪。1、糖尿病。糖尿病可以说是引起晚上口干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它的发病机制和身体内的血糖水平密切相关。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血糖水平是过高的，而身体为了维持正常的内环境稳定，就会想办法排出这些多余的糖分。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会通过尿液把糖分带走，可与此同时呀，也会带走大量的水分，这就使得身体处于一种缺水的状态。所以糖尿病患者常常会感觉口渴，而且还会伴随多尿的现象，这两者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不仅如此呢，糖尿病还可能影响到唾液腺的功能。有研究表明，长期高血糖状态会对唾液腺的分泌细胞产生不良影响，使得唾液腺分泌唾液的能力下降，唾液分泌量减少了，那口干的症状自然就更加明显了。如果您发现自己不仅晚上睡觉时口干舌燥，白天也总是感觉口渴，而且还经常觉得乏力，看东西的时候视力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体重在没有刻意节食或者增加运动量的情况下突然下降了，那您可就要格外警惕了，很有可能是糖尿病在作祟，得赶紧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才行呀。2、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呀？晚上睡觉时老是打鼾，而且打着打着就会突然停止呼吸，过一会儿又接着打鼾，就这么反反复复的。要是有这种情况，那可得小心了，这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表现呢。患了这种病呀，在睡觉的时候，口腔会长期处于张开的状态，咱们呼吸的空气就会不停地从口腔进出，而空气在流动的过程中，就像个小贼一样，会带走口腔里大量的水分，时间一长，就引起口干的症状了。可别小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哦，
它带来的影响可不只是让人晚上口干、睡不好觉这么简单。相关的医学研究发现，长期患有这种疾病的人，身体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会导致身体的各个器官受到影响，进而大大增加了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呢。所以如果您或者家人发现有这种情况，建议您尽早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睡眠监测，看看具体的情况，然后及时进行相应的治疗，可千万不能拖着呀。3. 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在中老年女性群体中相对比较常见。它就像是身体里的捣乱分子，会攻击我们身体里的唾液腺和泪腺，使得唾液和泪液的分泌量都大大减少。得了这种病的患者，那可太遭罪了，不仅会觉得口干舌燥，眼睛也老是干涩不舒服，就好像眼里进了沙子似的，而且皮肤也变得干燥，有时候还会起皮、瘙痒呢。这种病要是不及时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日常生活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因为口干嚼东西都费劲，眼睛不舒服，看东西也受影响。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引发像严重的口腔感染、龋齿这些麻烦的问题呢。所以如果您发现自己口干的症状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还伴有眼睛干涩、皮肤干燥等其他干燥的症状，那可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以便能早发现、早治疗呀。4. 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也是一种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呢。简单来说就是本来应该待在胃里的胃酸反流到食管里去了，这一反流就会让人感觉到食管里有灼热感，口腔也会觉得不舒服。这种病同样也可能引起夜间口干的情况哦，特别是当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胃酸反流上来，刺激到口腔和咽喉部位，就会影响唾液腺的正常分泌，导致唾液分泌减少，从而出现口干舌燥的感觉。一般来说，胃食管反流的患者除了会感觉口干之外，通常还会感觉到胸口有烧灼感，而且嘴里可能还会有口臭呢。要是您经常在夜间被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给弄醒，那最好尽早去咨询医生，让医生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合适的饮食建议，再开一些相应的药物来进行调理，这样才能尽快缓解症状呀。如何预防和缓解晚上口干舌燥？了解了口干可能是由这些原因引起的之后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怎么去预防和缓解这种让人难受的不适症状了。下面这些方法呢，不仅对普通人群挺有用的，对于已经患有相关疾病的患者来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哦。1. 适量补水，但要讲究时机。很多人一觉得晚上口干了，就不停地喝水，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呢。因为晚上喝太多水，肾脏就得不停地工作来代谢这些水分，这样一来起夜的次数就会增加，反而影响了睡眠质量。正确的做法是，尽量把饮水的时间安排在白天，保证白天摄入足够的水分，让身体处于一个相对水润的状态。而到了晚上睡前1小时呢，就要尽量减少饮水了。如果实在觉得口干的难受，睡前可以喝1小口温水，这样既能稍微缓解一下口干的感觉，又不会因为喝太多水导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2. 保持卧室湿润。咱们都知道干燥的环境可是导致口干的一个帮凶呢。尤其是在秋冬季节，室内开着暖气，热气一烘，空气里的水分就都被蒸发掉了，湿度变得很低，这时候口干的症状就会更加明显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在卧室里使用加湿器根据卧室的大小，调节好合适的加湿量，让空气保持湿润，就像给卧室营造了一个湿润的小气候一样，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口干的情况。要是没有加湿器的话，在床头放一盆清水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哦，水分会慢慢蒸发到空气中，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呢。3. 调整睡眠姿势。如果您有打鼾或者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那睡眠姿势可就很重要了。
您可以试着采用侧卧的睡姿，这样能避免口腔长时间张开，减少空气直接从口腔进出带走水分的情况，从而缓解口干的症状。同时呢，适当垫高枕头也是个小妙招哦，它可以利用重力的作用，帮助减少胃食管反流的发生。要是情况比较严重的话，还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佩戴专业的呼吸机来改善睡眠质量，让自己能睡个好觉呢。4、科学饮食。饮食在调节我们身体内的平衡方面，那可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呢。晚餐的时候呀，要尽量避免吃那些过于油腻、辛辣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不好消化，容易在胃里停留时间过长，增加胃食管反流的风险，而且还会加重口干的症状。同时呢，也要少喝含糖饮料和酒精，它们进入身体后，会让身体处于一种相对缺水的状态，使得口干的情况更严重。相反呀，咱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蔬菜和水果，比如说黄瓜呀，它的含水量可高了，咬一口水汪汪的，还有西瓜、梨等等。这些蔬菜水果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又能给身体提供各种营养物质，对缓解口干舌燥很有帮助呢。总之呀，晚上睡觉口干舌燥可不能轻视，咱们要多留意自己身体的这些小信号，通过科学的方法去预防和缓解。要是怀疑是疾病引起的，那就更得及时去医院检查，这样才能保障咱们的身体健康呀。